當一個消費領域湧入了更多的競爭，商家為了搶奪用戶就必須給消費者讓利，這是最樸素的市場規律。放在遊戲圈也是一樣的，幻獸帕魯越成功，寶可夢系列遊戲在未來就會越好玩。無論他倆在核心上是不是一個類型，因為只有當抓寵遊戲的這條賽道殺出一個能打的對手， Game Freak 才有動力去卷畫質、卷玩法、卷誠意，而不是靠一款換皮不換新的年貨躺着賺錢。可惜就算是到了今天，還是有一大批寶可夢的粉絲自動把自己變成了官方的精神股東，把幻獸帕魯當成了不共戴天的敵人去圍剿。他們怎麼都想不明白，這款竞品其實是一個跟他们站在一邊，幫他們逼着 Game Freak 去進步的免費打手。然而市場從不說謊，他只用數字說話。2024年1月，幻獸帕魯以 EA 版本的形式面世，一路創下 Steam 同時在線210萬的恐怖紀錄。如今2年半過去了，他終於卸下搶先體驗的外殼，交出了 1.0 完整版的答卷。正式版上線首周，又是直接把 Steam 的同上人數幹到了85萬，同時全球累計的玩家數量也突破了4000萬的大關。這直接證明了幻獸帕魯的成功絕對不是靠運氣和碰瓷，而是全球玩家對一款好玩抓寵遊戲的飢渴。諷刺的是，就在幻獸帕魯在2024年初頂着200多萬在線的恐怖戰績成為現象級黑馬的同一時期，各大傳統遊戲媒體的評價卻是另外一番景象。當時這些遊戲媒體各種扣帽子打低分，恨不得把這款遊戲釘在恥辱柱上。可2年過去，畫風突變，當年忙着寫差評的這幫媒體，現在一個個忙着出攻略、吹彩虹屁，180度的掉頭掉得比誰都快，仿佛當年罵他的不是自己。雖然傳統遊戲媒體前後不一的態度已經夠打臉的了，但是真正的大反轉還在後面。有着東半球最強法務部之稱的任天堂，這一次竟然也要失手了。當年他聯合寶可夢公司試圖用專利大棒把 Pocket Pair 告上法庭，全網都以為這家獨立工作室要被巨頭碾成渣渣了。可現在這個打官司的戲碼卻變成了一場讓任天堂自己下不來台的鬧劇。現在的情況是，就算任天堂全面獲勝，也無法影響到正式版的帕魯遊戲了，且能拿到的賠償換算下來也就只有3萬美元出頭。而這場官司已經燒掉了任天堂差不多4000萬美元的訴訟開支。一家找來便利店前員工擔任核心設計師的獨立遊戲團隊，能把任天堂法務部給拉下神壇的這件事情本身，其實給那些同樣想做抓寵類遊戲，但是又害怕一不小心就會吃官司的開發者釋放了一個非常積極的信號。所以今天的這期節目，我想聊聊幻獸帕魯這2年來的種種爭議，以及任天堂這場專利鬧劇的官司背後，究竟會對整個遊戲行業產生怎樣的影響？到歡迎老九頻道，我是老九。對於寶可夢或者說神奇寶貝這個 IP， 我相信沒有人是陌生的。我至今都記得小學的時候，我陰差陽錯的抽到過一張出版的噴火龍卡牌，可惜當時不懂事，這張卡隨着年齡的增長早已不知去向。如今當我看到這張卡牌在收藏市場上被炒出來的天價，我是真的欲哭無淚。一張當年的卡牌都能讓現在的粉絲趨之若鶩，這其實從側面反映出寶可夢這個 IP 在過去30年裡究竟積攢了多麼恐怖的商業統治力。作為小時候看着寶可夢動畫長大的一代，我和很多人一樣，對寶可夢的世界充滿了情懷。旅遊的時候，如果路過寶可夢中心，我是一定要去逛一逛，且會花錢買很多周邊的那種人。但說實話，我玩過的寶可夢系列遊戲並不算多，除了小時候在掌機上廢寢忘食的那幾座，長大後我也只玩了 XY 和劍盾。其中大學時期通關的寶可夢 Y 給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只可惜這種深刻的印象並不是因為它好玩，而是因為失望。當時我滿懷期待地打開了 3D 化的 XY， 玩了幾個小時後，卻產生了一種強烈的荒誕感。那就是這玩意兒和10年前我用 GBA 玩的寶可夢有什麼本質區別嗎？我相信每一個對遊戲品質有點追求的玩家，在玩近幾年的寶可夢續作時，都會產生類似的無力感。寶可夢可是全球第一的 IP 啊，它的正統續作到底是為什麼才能做得如此拉胯的？雖然在阿爾宙斯和 ZA 等作品中，還是能看到制作組正在嘗試打破傳統，逐步引入即時戰鬥和更開放的探索機制，但這種遲到的變革，在工業化標準日新月異的遊戲圈裡，依然顯得杯水車薪。畫面建模的粗糙、幀綠的硬傷，以及演出效果上揮之不去的廉價感，都在不斷地提醒着玩家，他的技術底子已經遠遠落後於這個時代了。
可吊詭的是，每次新世代發售，人們還是會一邊吐槽技術力的落後，一邊又老老實實的把銷量給抬上去。這種近乎盲目的粉絲溺愛，最終成為了 Game Freak 最安全的保護傘，讓開發者認為反正只要有寶可夢這塊招牌在，銷量就能得到兜底。在這種長期缺乏外部競爭的生態裡，玩家們雖然嘴上不說，但內心其實一直在渴望更現代、更自由、更具衝擊力的寶可夢遊戲體驗。這種感覺就像是什麼？就像是當年老卡決定讓怪物獵人正統續作一直在 3DS 上獨占之後，我一直期待高清的怪物獵人新作能回歸 PlayStation 的平台，結果等了一整個 PS3 世代都沒有等到一樣。而制作粗糙但還是爆火的幻兽帕魯，恰恰就是一記重錘，砸碎了這種維持了數十年的穩定假象。它用事實證明了玩家對抓寵題材的熱愛從未改变，但大家已經不再滿足於小修小補的試水，而是太想在今天玩到一款真正把技術力和遊戲性拉滿的抓寵大作了。即使当初的幻兽帕魯充滿了粗糙的缝合味，玩家也顧不上那麼多了。後來更是玩了才發現，這種把生存沙盒與抓寵戰鬥結合的玩法竟然意外的好玩。我老婆這種從來不花錢買遊戲的人，竟然也破天荒的買了一份，跟我一起在當時玩了個昏天黑地。你看，玩家的邏輯其實就是這麼簡單，不管你成分如何，只要好玩，大家就願意買单。然而，這種屬於玩家和市場的本能狂歡，在那些高高在上的業界裁判眼裡，卻變成了不可理喻的胡鬧。遊戲剛公布的那陣子，主流遊戲媒體給幻獸帕魯扣的帽子幾乎是標準化的。抄襲縫合，靠着動物虐待和血汗工廠博眼球博流量。 PC Gamer 甚至直接把它形容成所謂的中二審美過度自嗨。 Rock Paper Shotgun 則斷言這個遊戲根本沒有搞懂抓寵品類的精神內核，原創性不足的指控更是家常便飯。不少媒體都在暗示幻獸帕魯不過是一個僥倖走紅的縫合怪，火不了多久。比如說 Eurogamer 在2024年游戲發售初期的一篇評測裡，就曾經用極其傲慢且刻薄的評價對 Pocket Pair 喊話。他是這麼說的：如果你還沒有跟風入局，正納悶自己錯過了什麼，那你可以放寬心了。因為幻獸帕魯雖然規模很大，爭議不斷，但它同時也是徹頭徹尾的垃圾。它既原始又浑身都是抄襲的影子，乍一看像是一個完全粗制濫造的假遊戏，就像那些中等成本的美剧裡，背景裡青少年電腦屏幕上閃過3秒鐘的複眼道具。這種遊戲就該讓黑道大佬用一只手拿着老舊的 N64 控制器隨便搓一搓。但說句實話，我覺得連黑幫都配玩點更好的。這字裡行間高高在上的嫌棄，真的是反映出當時他們恨不得動用輿論的私刑，把帕魯永遠釘在耻辱柱上。可一晃2年半過去了，到了2026年的今天，面對全球狂揽4000萬玩家的絕对統治力，同一家媒體卻又把帕魯的表現形容成所謂的狠狠地把超級巨頭 DOTA 2推到了一邊，重回榜首的火箭般蹿升。然後你再在 Eurogamer 的網站搜一搜幻獸帕魯的關鍵字，你就會發現他們為了流量而出的各種攻略是層出不窮。再比如說 Polygon 2024年的時候還在暗示這款遊戲宣揚所謂的動物虐待，結果到了2026年，帕魯一下子就變成了所謂的寶可夢最大的對手。這些傳統遊戲媒體前後不一的嘴臉，不僅暴露出他們在絕對市場號召力面前的商業諂媚，更無情地戳破了他們自封為業界燈塔的虛偽泡沫。當傲慢的說教被千萬玩家的真實選擇擊得粉碎，傳統遊戲媒體與真實玩家群體之間的那條早已無法彌合的巨大鴻溝便在這一刻暴露的淋漓盡致。但比起媒體陣營的傲慢與偏見，真正讓人背後發涼的是幻獸帕魯2024年發售那幾天在社交媒體上滋生的那場賽博獵巫。當時遊戲剛上線，就有匿名賬號跳出來進行所謂的實錘，宣稱帕魯的 3D 建模直接盜用了寶可夢的遊戲資產。一時間偷竊數據 AI 造假的指控鋪天蓋地，甚至連 Pocket Pair CEO 早年表達過對 AI 興趣的貼文都被翻出來當成了定罪的呈堂證供。可事到如今，所謂直接偷竊寶可夢模型數據的鐵證始終沒有一個人能拿得出來，反而那個言之凿鑿的对比視頻卻被爆出是黑粉自己用軟件等比例縮放偽造的。真相就是幻獸帕魯絕大多數的角色原畫其實出自一位投了近100家遊戲公司都被拒絕，只能在便利店打散工的業餘畫師之手。更何況初代寶可夢的設計早就被人發現其大幅借鑑了勇者鬥惡龍。
可當時的鍵盤俠們不聽這個，他們只想找一個可以泄憤的靶子。那段時間 Pocket Pair 的社區負責人不得不公開發文，證實團隊成員收到了大量人身攻擊和死亡威脅。在後來的 GDC 遊戲開發者大會上，他們回憶起這段經歷時依然心有余悸。這種由極端粉絲自發組織的賽博霸凌成為了那年遊戲圈最醜陋的一幕。如果說網絡上的這群自來水法務部鬧騰了半天，頂多也就是嘴炮傷人，那真正讓 Pocket Pair 感受到什麼叫資本的重量的，還得是寶可夢的親爹本尊任天堂的親自下场。任天堂并没有起訴游戏中的帕鲁在美術設計風格上抄襲寶可夢，他們用的是一個更激進的辦法，那就是避開難以界定的美術版權，直接甩出數項基礎玩法專利，試圖讓 Pocket Pair 一擊斃命。2024年9月，當任天堂要提告 Pocket Pair 的新聞剛剛傳出來的時候，寶可夢的部分魔怔粉絲可以說是全體起立了，很多人直接把這件事情當成了一個已經寫好結局的劇本來看待，在他們眼裡，任天堂的法務部一出手，就等於對方已經死了。他們甚至不需要討論過程，直接開香檳就完事兒了。但是從目前訴訟的情況來看，這場曾經被外界視為行業巨頭對獨立工作室的降維打擊的案子，已經徹底演變成了一場讓任天堂騎虎難下的鬧劇。任天堂的提告手段可以說是標準的先射箭后畫靶，他們在訴訟的過程中申請了大量專門針對幻獸帕魯的一系列專利，而 Pocket Pair 在意識到任天堂掏出的是諸如投掷捕獲球之類的基礎玩法專利之後，展現出了獨立工作室極強的靈活性。他們迅速在後續的版本迭代中对可能被指控的敏感機制進行了預防性的修改，比如他們将扔球召喚帕魯的動作改為了讓帕魯直接在玩家的身邊生成，或者是不再抓着可飛行的帕魯滑翔，而是直接改成滑翔傘。這一系列快速的操作也導致了一個極其尷尬的法律結果，那就是任天堂不得不調整了訴訟的請求，將其指控範圍縮減並窄化到了幻獸帕魯已經停售的早期歷史版本上。不過要澄清的是， Pocket Pair 和任天堂的這場官司目前仍未判決，東京地方法院將在10月1號進行證據陳述，11月9號才能給出最終的裁決意見。所以嚴格來說， Pocket Pair 還沒有真正打贏官司，但在雙方都無法繼續提交證據的情況下，案件的走勢已經很清楚了，那就是即便等到11月東京地方法院判決任天堂勝訴，這個結果在商業層面上的實質影響也微乎其微。首先，所謂的禁售令只能針對那些已經不存在的歷史版本，對擁有龐大玩家基數的現行版本沒有實質性的約束力。其次，侵權賠償的金額也將受到歷史版本利潤範圍的嚴格限制，換算下來可能只有3萬多美元。相比於任天堂在全球訴訟和法律論證上投入的巨大法務成本，這樣的商業回報顯然是完全不對等的。最後這麼算下來，更像是幻獸帕魯花了3萬美元給自己打了一個非常好的知名度廣告。更值得注意的是，任天堂針對幻獸帕魯防禦性布局的相關玩法專利也全都沒能通過，而且現在看來，這些專利其實極其荒謬，根本就是專利流氓。此前美國商標專利局就曾經對任天堂一項關於召喚戰鬥專利的全部26項要求做出過駁回的裁定，理由是該機制在 PS2 時代就已經存在，缺乏足夠的新穎性。而在日本本土也發生了任天堂相關专利的申請因為缺乏独創性而被駁回的情況。當時的審查報告中清清楚楚地寫着，方舟生存進化、怪物獵人4、艦隊 Collection， 甚至連 Pocket Pair 自己的前作創世理想鄉都被列為了參考的對象。而仔細拆解這些被駁回的專利條款，你就會發現，任天堂試圖申請的其實都是一些早已在行業內高度成熟的通用機制，比如在戰鬥時通過特定指令動態召喚從屬生物並鎖定敵人的戰鬥交互，這在怪物獵人的隨從貓系統裡早就屢見不鮮。再比如說，玩家直接調用坐騎的技能進行戰鬥與採集的邏輯，更是方舟生存進化的核心玩法之一。甚至連把生物放置在營地裡進行自動化生產的框架，在艦隊 Collection 和 Pocket Pair 自己的前作裡也早有應用。當審查員能隨口說出一大堆做过同樣事情的作品時，就說明這些所謂的專利在技術邏輯上已經是公認的遊戲行業的公共資產了。這也表明，在法律和行業公認的標準下，這種通用且泛化的遊戲機制根本無法被某一家公司排他性的私有化。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任天堂真的能憑借扔出道具捕獲生物再召喚出戰的這種極其寬泛、幾乎涵蓋整個品類基礎操作的專利，就徹底鎖死一個1000萬級銷量的競品，那將會釋放一個對整個行業極具壓迫感的信號，那就是未來任何想要在抓寵遊戲這個賽道進行創新的
的团隊，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市场和玩家的检驗，而是任天堂法務部門的专利審查。這對於遊戲生態的長期發展，特別是對於希望看到產品進步的寶可夢粉絲而言，都不是一個健康的結局。因為缺乏競爭的護城河，往往會滋生開發團隊的路徑依賴和技術惰性，而對 Poké Pair 的殺一儆百，可能正是任天堂想要的結局。現在這場官司走向了一個相對溫和且理性的收尾，它實際上為全球的抓蟲品類遊戲劃定了一條清晰的法律安全線。它用事實證明了通用的遊戲機制屬於整個行業，不能成為個別巨頭的私產。這不僅保障了幻獸帕魯的後續運營，也降低了其他開發團隊進入這一賽道時的法律風險。當這個品類迎來百花齊放的良性競爭時，真正的市場壓力才會切實的推動 Game Freak 對以後的寶可夢系列遊戲進行技術的迭代與玩法的創新，而這才是能逼着任天堂和 GF 以後不能再躺平的真正壓力來源。Later. 所以幻獸帕魯的真正意義可能從來不在於它能不能取代寶可夢，畢竟一個誕生30年的超級 IP 有着無數玩家的童年回憶，這是任何新作都無法複製的。但市場從來不需要一個新的寶可夢，它需要的是一個讓寶可夢感受到壓力的存在。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寶可夢一直享受着這個品類幾乎零競爭的紅利，而幻獸帕魯的出現第一次讓全世界看清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玩家早就厭倦了年復一年換湯不換藥的抓寵遊戲，而那些真正願意做出改變、敢於挑戰權威的公司，也確實能從這份勇氣裡拿到豐厚的市場回報。幻獸帕魯用實打實的銷量證明了玩家願意為更大的世界、更現代的技術、更自由的玩法買单。所以對於寶可夢的粉絲來說，真正應該期待的並不是帕魯的失敗，而是帕魯的成功。因為只有當競爭者站在家門口的時候，曾經的王者才會重新審視自己。如果未來的某一天，寶可夢的新作真的擁有了媲美頂級開放世界的品質，擁有了讓玩家重新驚豔的創新玩法，那麼今天幻獸帕魯掀起的這場風暴，或許就是那個改變一切的起點。Anyways， 歡迎收看這個頻道，感謝大家的陪伴。如果你有對幻獸帕魯的看法，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也別忘了訂閱、關注、點讚、收藏。我們下期見 ，peace。這特好 I don't give a damn。我天，我覺得我是幫你省了100萬，天哪，特好特好，你看你自己看。